一转眼啊，东航321空难事故已经过去2年了。在今年的3月20号，也就是东航321空难事故2周年的前一天，中国民航总局发布了一个通报，叫做321东航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进展情况的通报。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正在进行调查的空难事故每一年至少要发布一次情况进展情况的通报。所以今年的3月20号中国民航总局发布了这份通报。他们上一次发布通报还是去年的321，当时他们说这起空难情况极为复杂，极为罕见，所以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调查这件事情，所以暂时不能公布这起空难的原因但是今年发布的这个情况进展通报的内容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本上全是正常。我再这里给大家看一下首先，这份通报一共有1700多字它首先讲了他们这次调查过去2年都调查了哪些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残骸搜寻、识别和分析情况。我们知道，一起空难发生之后，首先是寻找残骸，把这些残骸找到之后，有的时候还要拼装起来，要确定就是残骸的损坏情况，比如说哪个地方损坏最严重，来判断这个事故最早是从哪儿发生的。判断这个飞机到底是故障导致的，还是天气情况导致的，还是人为情况导致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就残骸。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飞行的运行和飞机的适航情况，那就是飞机的机组的技术状况、健康状况和现实表现，以及当时飞机的适航指令、服务指令、航线和定期维修、故障保留等维修状况。还包括对航班的燃油加注和油料品质进行检查，这里头呢，主要就是对飞机平时定期保养检查来进行调查。如果一个飞机在飞行之前发了适航证，那就说明整个飞机的维修保养系统认为这个飞机没有问题，也没有事故保留。所谓事故保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飞机发现有一些故障很小，这个很小呢，但不影响飞行安全，这个时候就叫故障保留，也没有。也就是说，这个飞机在飞行的之前检查情况一切正常。第三个方面，就是对航班的保障情况，对飞机机场保障人员的资质进行调查，比如说空管人员的资质空管指挥过程也包括航路信息还有就是调查航班的一些行李状况也进行了调查这是3大方面。得出的结论主要有4个方面全都是正常。第一个方面，首先是事发航班飞行机组及客舱机组持有的人员的执照、证件、飞行执勤、休息方面的情况都符合规定。当日飞行前健康体检合格，机组资质和配置符合要求，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飞机的适航证，起飞之前飞机没有发现系统、机身结构、发动机存在故障情况。第三个方面就是飞机机场当天作业保障人员都符合要求，那天空中的空域飞机所在的空域飞行高度没有危险天气报告。第四，就是飞机的行李调查结果，那天没有运送危险品行李，最后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个油品中间存在着危险品。这4个方面全都是正常那么这个报告发布完之后很多公众就说了，他说那既然一切都正常，那飞机怎么掉下来的呢？你们2年就调查了这么一个结果就是这调查来调查去，这飞机所有个方面都正常那么也有人说了，他说实际上这个调查报告看起来什么都没讲，但是呢似乎又什么都讲了，这是个聪明人。为什么呢？就是中国这个体制有的时候你看这个调查报告，你不能只看他说了什么，你还得看他没说什么。有的时候那真实的信息其实不是隐藏在说了什么里头，而是隐藏在没说的信息里。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在这份调查报告里头没有提到苍鹰记录仪，但是大家都知道飞机上装有2个黑匣子，一个黑匣子呢就是负责记录飞行驾驶舱里头的录音状况、对话声音等等。另外一个呢，就是对飞机的飞行系统的各个系统飞行数据进行记载。对于一起空难来讲找到黑匣子，
黑匣子记录的信息可以解开飞行空难过程中99%的谜团，因为你只要看飞机机舱里的对话，大致你就知道它是不是人为的；你只要看飞机飞行数据记录仪，你大致可以判断出来这飞机本身是不是飞空系统出了问题。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份所谓的事故调查进展情况的通报，只字未提2个黑匣子的信息。而这个东航321空难事故的2个黑匣子，在空难事故发生不久就被找到了，而且被送到了美国进行解析。所以这个事故调查报告组不是说不知道黑匣子里的信息，是完全知道，但他为什么不讲呢？其实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如果公布了黑匣子的信息整个这起空难的事故的真实原因就真相大白了。但是呢，他们可能又没有权利公布这起空难事故的真实原因，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份调查事故报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一方面讲的全是正常信息，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仔细读，它其实也告诉你了不正常的地方。你就比如说，他讲的事故航班飞行机组客舱人员当时的飞行前的健康体检合格。那健康体检合格指的是什么呀？指的是你的血压正常，你的心肺功能正常，你没有什么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因为我们的体检都是体检这些内容嘛。但是我们的体检项目里头是没有关于心理方面的体检的。那么你看，他讲的就是一个表面上的正常结果，但是他不会告诉你他体检范围之外的有关飞行员的是否健康的信息。这就是这份调查报告的弦外之音。如果你要去仔细读的话，你就能读到这个弦外之音。说到这份调查报告进展报告，我这里还要讲一下，现在东航的321事故已经成为了中国有史以来时间持续最长的空难调查事故报告，到现在还没有最终报告形成。当年57空难是有一个乘客自己带着汽油和打火机上了飞机把飞机点着了，结果在大连的海域坠毁那个事情呢就是人为导致的，是花了7个月的时间形成了调查报告。10年前的伊春空难，当时是国务院的安全生产监管委员会牵头来搞的空难调查。那么那次调查呢持续了将近2年时间，最后出台了空难调查报告，不到2年，将近2年那么这一次东航已经整整2年了，到现在这个空难调查报告最终报告还没有出台。这里头不是说这个原因复杂，而是现在负责调查的人没有权利公布最终调查结果。事实上，在现在整个航空界东航321事故的真实原因已经尽人皆知了，只不过不能公布而已我在这里都要讲一下怎么读这些空难调查报告。你不要简单的看中国的空难调查报告，因为中国的空难调查报告都不会把全部真相告诉你，它只会告诉你部分真相。那么很多空难调查报告之外的信息是不会体现在这个报告上的。不仅仅是这一次过去的所有的空难调查报告也都几乎一样。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随便讲一个，当年呢那东航的包头空难事故大家都知道了那么空难调查报告里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那个飞机早上没有出兵，因为那飞机在那个包头那地方很冷嘛，没有出兵，它就直接飞上去了。飞上去之后直接就掉下来，掉到一个公园里头，然后呢飞机上的人全死了，还砸死了公园里的几个人。事故调查报告显示飞机没有出兵就上天了。那为什么没出兵呢？他不会告诉你。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当天呢实际上是飞机首飞呢飞到这个包头之后，那包头的那个当地政府看到这飞行员呢还有空姐挺漂亮的也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就请这些机组人员又是喝酒又是唱歌，折腾到半夜3点钟。结果到第2天早上起来，那飞行员呢还没醒呢，就没出兵，就直接把飞机飞上去了。这个飞上去之后，飞机就掉下来了。所以你光看空难调查报告，你是看不到后面这个原因的。那么这些原因后来是因为这个包头空难的这些遇难者家属到美国去起诉东航，慢慢的才把这些信息搞出来了。
所以你光看空难调查报告，你看不出真实原因。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就是10年前的伊春空难。这起空难呢，当时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认定它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说是这个姓齐的飞行员呢，他自己违反操作规程，强行降落，不具备降落条件，强行降落，导致空难发生。这起空难呢，一共导致44人遇难，活下来50多个人呢。那么真实的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在这里也给大家讲一下啊。伊春这个城市啊，是黑龙江省啊一个林区，过去没什么存在感。后来呢，他们准备大力发展旅游行业啊，于是就扩建这个林都机场。扩建完林都机场呢，就想搞一些航线嘛，从北京啊、上海搞一些航线，在夏天的时候吸引这些大城市的人呢，到这个地方搞旅游避暑。但是北京不太可能跟伊春之间开直通航线，最后就采取了一个迂回的办法，就先飞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再飞到伊春，所以航线就这么开通起来了。当时这条航线呢，是深圳航空公司的鲲鹏航空公司收购了河南航空公司，由他们来承飞啊。2010年的8月10号才开通了这个航线，8月24号就出事了。8月24号这一天出事的时候啊，只是这个河南航空公司的第7次飞行，这个飞行员姓齐。问题是啊，这个齐机长啊，他也是那天首飞，就是这个伊春机场。那么首飞伊春机场啊，当天啊，从哈尔滨起飞之后50分钟就飞到这个伊春了。到9点16分的时候啊，伊春机场就跟他们讲说这个地方有雾，好像是不太具备降落条件。那么没一会儿，他们就飞到了伊春上面，那底下人说好像天气又可以了，又可以降落了。那么到了这个上空之后啊，这齐机长啊，他调转了一个方向，因为当时呢，伊春机场很小啊，就一条跑道啊，从哪个方向降落都可以。他呢，原先本来是自西向东，他改成了自东向西。那么自东向西呢，在空中盘旋了一下，等待这个消息嘛。这个时候呢，它降落的过程中，它旁边啊，它就是有山，因为那个伊春机场是个3面环山的这么一个机场啊。那么后来啊，当时他们下降的时候啊，说是这个能见度大概是2700米，按照规定呢，似乎是可以啊。那么但问题是啊，实际上后来有人调查，其实当时根本没有2700米，就是1000米左右。所以当时那个伊春机场呢，又没有盲降设备，于是呢，全靠这个飞行员啊，他自己的目测往下看啊。结果呢，由于伊春机场啊，它当时啊，因为昼夜温差比较大嘛，它就有雾，雾有2层，上面那一层呢叫辐射雾，下面一层叫平流雾。平流雾这一层啊，就趴在地面上。所以这个机长往下降落的时候啊，穿过了第1层下去之后，下面还一层，也看不清地面什么情况。最后呢，咣当就摔在了地上。摔在了地上之后呢，又蹦了一下往前冲，冲到最终的那个坠毁地点啊，距离跑道口还有600-700米呢。也就是说，它这下降的早了。那么这个事故最后认定这个机长有重大责任，而且还把这个机长给起诉到法庭上了。最终法庭判决啊，这个机长啊属于重大责任事故，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当时这个判处的时候啊，全国有很多飞行员呢都在声援这个姓齐的机长啊，认为他虽然操作有失误啊，但原因不是应该由他一个人来负责，应该有很多人共同来负责。结果他成了替罪羊。那么为什么又说有很多其他人来负责呢？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下几个方面。首先啊，其实他当时啊那个副驾驶啊，也不是应该是这趟航班的。原先他应该坐的那个副驾驶啊，飞过这个机场，飞过这个机场呢，结果那天他拉肚子，他就去不了了，最后就让这个副驾驶来了。这个副驾驶呢，他也没飞过这个机场，所以他们2个人都是首飞这个机场啊。首飞这个机场之后呢，他们2个就在哈尔滨的酒店房间里头啊，对着这个航路图看了看，然后就决定飞了。决定飞倒没问题啊，但是问题是，当时规定，如果这个机长首飞这个航线的话，能见度至少要达到3600米。结果他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地面给他们报2700米，实际上后来财新杂志调查只有1000米，最后他们就下降了。所以这是机长的责任啊。但是机长为什么会要这样呢？这背后的原因就复杂了。原来啊，就那天啊，这个飞机上有要客，哪些要客呢？有2波客人，
一波呢是由发改委下面有一个报纸叫中国什么经济导报，这个中国经济导报啊组织的一个年会，就把全国各地的发改委的领导啊组织在一起，到伊春这地方开年会，说是开年会，实际上组织大家到这旅游，20多个人，基本上都是司局长这个级别的啊。另外一波客人呢，就是国务院的人力与社会保障部的一些领导，这些领导啊是要到伊春这个地方去开会的，开“12·5”规划会议，因为他们开会啊要选择一个风景优美的，然后呢又天气比较凉爽的地方开会。这开会的过程中，顺带不也是避避暑、旅游吗？带队的人就是当时人社部的副部长，叫孙宝树。那么这个代表团呢有20多个人，所以这飞机上有半数的人呢，基本都是国务院系统里的领导干部啊，就是要客嘛，副部级以上的官员是要客嘛。结果这个时候呢，地面上那天伊春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啊，都提前到机场来迎接。因为伊春市的市长啊叫王爱文，这个人在05年之前就在人力与社会保障部工作，当了一个司长，后来在07年的时候就调到哈尔滨，一开始做纪委的书记，然后紧接着就调到了伊春市当副市长、市长。所以他自己原先部里的副部长来了，他就非常积极到机场里去接机。这一接机可不得了，整个的机场系统那就乱起来了。你想想，那伊春机场啊，那塔台一共就2个人指挥啊，那塔台的站长啊，他有这个资格证，但是一听说市长、市委书记来了，就从塔台上跑下来去接待市长、市委书记的，陪市长、市委书记了。塔台上就留了一个小姑娘，这个小姑娘连执照都没有，根本就不懂怎么指挥。他给那个机长报告说可以下来，结果后来呢，有人问他说：“你怎么判断这个飞机具备降落条件呢？”他说：“我就前面挂了个灯笼，那灯笼我能看清楚，然后呢，我就告诉他可以下降了。”但是实际上事后人家调集10点钟的天气预报情况，就是伊春机场的能见度只有1000米，距离可以下降的条件差远了去了。结果这小姑娘就发了这么一个指令。第二个方面，就机长当时啊在天上盘旋的时候看不见底下，他就跟底下人说啊，说你们把这个雾灯打开，因为这个雾大了以后啊，要打开雾灯，不能打大灯，大灯看不见嘛，要打雾灯。结果呢，这底下人都去接待领导去了，也没有人去打这个雾灯，一直到这飞机都摔下来了，那个雾灯才亮。你看这是不是人为因素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事后听到的，就是由于这个市长、市委书记在里头接机啊，实际上当时这个飞行员也曾经犹豫是不是要下降，是不是要降落，因为不具备降落条件嘛。但是那个市长，大家全体人马都已经到机场了，都等着呢，是吧？结果你这个时候再返航，再飞到哈尔滨去，那当天这个领导就接不来了，所以就给这机场的人呢一些压力，然后这机场的人呢就给了这个飞行员一些压力。最后在不具备降落条件的情况下就下降了。这里还有一些其他更可笑的因素啊，就是当时啊，由于这个深圳航空公司啊没有买这个谷歌的一项服务，这谷歌的服务就是说你在天气这个下降的过程中呢，要随时有一个叫什么不良气候报告，他们没有买，于是呢，他们也就在这个飞行过程中间没有收到这样的一个气象条件。最可笑的是，就是这2个飞行员在下降的过程中间，因为看不见机场嘛，跑道嘛，2个人就在目测过程中来算这英里海拔跟这个中国的公尺之间的关系。2个人的机舱过程中来算来算去，算的过程中间，飞机就掉下去就摔了。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就整个伊春空难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确实是人为的责任事故，但是是不是飞行员自己单独的责任所导致的呢？远远不是。你如果单纯只看那个飞机事故调查报告，你是看不出来这背后这么多原因的。但是呢，那市长、市委书记啊，事后也没什么事儿。那市长最后还做了黑龙江省的副省长，还做到了民政部的副部长。所以你就知道，在中国，实际上一起空难事故的真实原因啊，在这个事故报告中间能够体现出来，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你能看到的，都是想要给公众看到的内容。经过调查认定，
飞行机组违反规定，在机场能见度不足、未看见机场跑道的情况下强行着陆，在飞机撞地前出现无线电高度语音提示，且未看见机场跑道的情况之下，机组仍未采取复飞措施，继续盲目实施着陆，导致飞机撞地。飞机撞地以后，机长齐全军受伤，他没有组织指挥乘客撤离，没有救助受伤人员，而是擅自撤离飞机。这次空难共造成机上44人死亡，52人受伤。这是中国首次对空难事故当中的飞行员追究刑事责任。咱们再说回东航这个事故调查报告啊，其实东航事故调查报告我去年做过2期节目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苍鹰记录仪送到美国之后啊，美国已经完全知道了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但是由于国际民航公约，他们没有权利发布这个信息，所以把这个信息透露给了《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当时不就讲了吗？飞机机舱里头啊，就是由于飞机按照某一个人的指令来进行的。所以事隔1年之后，我们再看这件事情啊，东航事故啊，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这个飞行的副驾驶由于个人原因想死，于是把整个飞机从空上拽下来。它真实的事故发生的原因，在我看来啊，它跟2015年啊那个德国之翼的那个飞机事故啊空难是一模一样。大家可以比较一下2起这个空难事故啊发生的时候飞机那个轨迹图，它这飞机轨迹图都非常相似，就先爬上去后再平飞，进入到自动驾驶阶段，然后到某一个阶段开始突然向下俯冲，然后一直砸向地面。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飞机撞地之前一直都没有发紧急信号，因为这个飞行员啊，这个机长啊，有一个操作手册里的规定，如果飞机遇到了紧急情况，你需要向塔台报告啊，你要报告你遇到了紧急情况啊。那么无论是德国之翼还是中国的东航这个空难啊，直到最后飞机撞向地面都没有发布这样的一个紧急信号，轨迹几乎一模一样。那么德国之翼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这2个驾驶员呢，在飞机飞行的过程中间，有一个驾驶员呢就上厕所了，另外一个这飞机的机长呢就把门给锁上了，也就是在空难发生之前的10分钟。然后呢，这个飞机啊就开始进入到俯冲状况。这个时候苍鹰记录仪啊就开始记录，外面那个飞行员就非常着急啊，就在外面敲门呢，想进去啊，最后进不去怎么办呢？就砸门呐，最后他拿起了消防斧啊，砍门呐，砍门都砍不开，因为自从911以后啊，所有的飞机驾驶舱那个门都做成了一个安全保障门，在外面你是无论如何打不开的。那么飞机的苍鹰记录仪显示，那个当时德国之翼的飞机驾驶舱里头只能听见这个驾驶员的呼吸声，他就直接把这个飞机撞上了法国阿尔卑斯山的山脉上。所以呢，它是一场非常清晰的，就是人为制造的空难事故。那么现在看来，东航321事故啊，这个空难啊，其实跟德国之翼应该是一模一样，就是这2名驾驶员啊，当时在飞到这个婺州的上空之时啊，有1名飞行驾驶员由于某种原因离开了机舱，另外1名驾驶员，也就是这个副驾驶员，把舱门锁上了之后，开始了直接向下俯冲。这个过程那个陡峭程度啊，比德国之翼那个飞机空难还要陡峭，直接撞上地面。这个如果要是公布了飞机苍鹰记录仪，一定会非常清楚，因为那个另外一个飞机驾驶员在外面一定会喊，一定会用各种方式想要打开门。但是呢，由于这个苍鹰记录仪没有公布，所以呢，这个过程啊，其实公众永远会埋在鼓里。我当时那个节目里头做完的时候，我也提到过啊，因为当时东航在321空难事故之后啊，马上采取了几个措施，比如双机长制，是吧？然后对飞行员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进行抚慰等等啊，其实跟这些信息都对应在一起啊。应该说这件事情啊，已经没什么秘密了。但是关键是啊，在我看来，这件事情如果要是不把这个真相真正对公众公布啊，对这些家属来说啊，
实在是太残酷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对于这些空难的家属而言啊，他们这些人尸骨无存，连一个完整的遗体都找不到，那对他们来说怎么能够告慰他们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他们空难发生的真实原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空难在发生的最后那几分钟啊，那飞机上的那些乘客一定是充满了绝望和恐惧。那么对于生还者来说，对于我们这些还在人世的人来说，对这些死难者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把他们死亡的真实原因告诉他们的家属，这对他们来说才是一个最大的慰藉。更何况对于一起空难，如果是人为制造的，那么他的责任要远远大于这个飞机本身其他的原因导致的。所以啊，对这家属来讲，他们有更大的求偿的权利，因为你是飞行的自己的驾驶员，把飞机撞到地面的嘛，那跟你的飞机如果出了故障，或者是由于天气原因导致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对于这家属来说，如果要是没有真相的话，对他们来说，这个正义就永远没有彰显。虽然啊，东航在事故发生之后啊，采取了那些补救性措施啊，对它内部的安全机制来讲，可能或许啊，它也不妨碍。但是呢，在我看来啊，对这些家属、对这些公众来说，这些真相如果不告诉他们来说啊，那对整个社会的这么一个体系来讲，它是有害无益的。更何况，对飞行员的心理健康的建设而言啊，它也必须建立在一套安全的体系之上，必须建立在一套透明的体系之上。因为飞行员在一个企业内是不是得到了一个不公正的对待，或者说他们没有一个救济渠道，或者说他们那个考核体系中间不人道，那本身其实都是这个社会透明的一部分嘛。因为只有社会在一个透明的情况下，才能保证这个飞行员的合法的、合理的这么一个劳动权利嘛。如果你全是黑匣子，你全部都是黑箱操作，你想想，就算你在事故发生之后，表面上看你关心飞行员的心理健康，你真的做得到吗？就在今天，我还跟航空界的人打电话，他说你知道吗？他说这2年，咱们有些飞行员就是因为自己在晋升过程中间，或者是劳动保障过程中间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跳楼自杀的。那都是在东航这个事故之后啊，但是呢，由于没有形成新闻，大家也没人知道。所以我说的是，如果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机制，其实就是这个体制表面上说想要关心这些飞行员的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它也难以做到。事实上，在我看来啊，真正公布这起事故发生的真实原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德国之翼当时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人家不也就公布了原因吗？最终人家也是通过机制的改变，比如说飞行驾驶舱里头永远必须有2个人，不能有1个人在驾驶舱，对吧？虽然不像中国有个双机场制，这不也是制度完善的结果吗？所以，其实对于空难来讲，真实的把原因公布出来，让后续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改进性的措施不断的完善，才是整个航空安全的一个制度之本。如果总是掖着藏着，如果总是把这个真相遮遮掩掩，即便表面上看它有一定的安全保证啊，但是真正的隐患可能无时不在。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它还会以空难的形式再次表现出来。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